美国推动日韩恢复安保对话背后有何缘由？想要给中国使绊子，我国又是如何化解的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。开门见山，尽管美国不断在俄乌的冲突问题上层层加码，但这并不妨碍其继续对中国实施围追堵截。此前，据日本共同社的消息，日韩两国政府呢将在最快的下个月重启日韩的安全保障对话，而双方已经就此展开了协调啊。说的不好听点，日韩又想着跟美国狼狈为奸了。毕竟，在中美博弈日渐激烈的大环境之下，两国站在哪一边是显而易见的。要知道，在5年前，由于谈不拢，原来被征劳工的问题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啊，这一对通话呢便被关闭，现在却突然重启，这背后啊，美国可谓是出力不少。那么，因为双方关系的回暖就在于美国促成日韩放下成见啊，恢复合作。只不过这是以韩国政府先做出妥协为前提的，那就是用本国的钱来解决日本曾经犯下的强征劳工的问题，而这在外界看来无疑就是妥妥的卖国呀。毕竟侵略者所犯下的错，现在却要本国民众来承担，这难道就不是本末倒置吗？但尹锡悦的政府呢，却并没有所迟疑，直接就宣布了这样一项决定。因为现阶段半岛局势是不断升级的，而韩国需要依靠美国的力量来实现与对面的战略平衡，否则呢，在北方强大的压力之下，韩国将很难自立。这才有了前不久尹锡悦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，并达成多项合作协议的事情。而对于拜登政府而言，如果不能让日韩抱团啊，那就不利于接下来的印太战略的实施。一切行动的着力点呢，都是围绕着与中国的竞争。但是我想，美国如此迫切地推动日韩安保对话，背后呢，或许是因为在南海碰了钉子。而此前为了占据南海的先机，美国不仅联手菲律宾修建了多个军事基地，而且在我国南海岛礁呢附近举行了大规模的军演，颇有一副大打出手的样子。但是我国并没有坐以待毙，反而是选择后发制人。其一，我国宣布在南海举行一个为期1个多月的军事训练，这就是在回击美国的狼子野心，不要试图染指中国的一草一木。而其二，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对菲律宾进行访问，就是想安抚菲律宾。美国的花言巧语啊，不要相信，否则在大国博弈之下，菲律宾呢或许只会成为第2个乌克兰，而最终受伤的也只是他自己。在我国双重的影响之下，美国的阴谋终于破产。菲律宾副外长扎拉罗就表示呢，与中国的会晤啊应该常态化，或许就是希望中国多拉一拉菲律宾。而这种情况之下，美国当然要选择一个方向，毕竟中国已经在南海反击，再待下去啊，除了继续口嗨，他什么也得不到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美国会不断的增强在日韩两国的筹码。你看，现在美国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已经于近期抵达了韩国的海岸，加上之前的核潜艇，美军呢已经在东南亚形成了核力量的3位一体。如此大的阵仗，除了冲着半岛局势而来，其根本目的呢还是想要压缩中国军队的活动空间。毕竟在东风快递的加持之下，美军第一岛链啊直接就被破产了。然而呢，拜登政府怎么也想不到中国会再次出击，完全不让美国占一点便宜。那么据央视军事微博的消息，就在美军航母抵达日韩前一天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早已严阵以待，多艘导弹快艇在东部某海域开展了实弹射击演练，完成了对假想敌目标的有效摧毁。这么对比下来啊，美军的伎俩已经被解放军预判到了，那就是想要用武力逼迫中国妥协退让，绝不可能，回击他的只有炮弹的洗礼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